2025年5月27日，随着中国工商银行浙江省分行原行长沈荣勤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的消息公布，浙江金融圈迎来历史性时刻，工农中建四大国有银行浙江省分行原行长在1年内全部落马。要是再把浙商银行和杭州银行这2家本地大佬算上，浙江规模最大的6大银行一把手竟然无一幸免，全陷进去了。2024年4月26日，中国银行浙江省分行原党委书记、行长郭新刚被查。2025年4月29日，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原党委书记、行长高强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2025年5月7日，农业银行原首席专家兼浙江省分行原党委书记、行长冯建龙主动投案，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2025年5月27日，中国工商银行浙江省分行原行长沈荣勤接受调查。如果算上杭州银行行长于立明、浙江金融局副局长潘广恩、交通银行宁波分行原行长涂良刚等10余名金融高管相继被查，堪称浙江金融圈的地震。还有王法吗？还有法律吗？2024年年底以来，关于浙商银行多位高管落马的消息就此起彼伏。2024年8月16日，浙商银行隆重举行20周年行庆大会，但是行长张荣森意外缺席。8月18日，据财新报道，浙商银行上演高层大地震，现任行长及重要分行干部被带走。同日，浙商银行发布了行长张荣森辞职的公告。据公开资料显示，浙商银行行长张荣森现年56岁，现任浙商银行行长、执行董事、党委副书记，同时兼任北京分行党委书记。此前任职广发银行，并在广发银行北京分行担任要职，随后进入江苏银行北京分行，最高做到分行行长。2017年加入浙商银行，目前接近7年。就在圣诞节，财新再度爆出浙商银行再有原副行长失联，此人就是浙商银行原董秘、副行长刘龙。他于2014年11月就加入了浙商银行，随即担任董事会秘书，是排名第6的副行长，分管人事、董办和财务。也就是说，他的加入时间和被查的董事长沈仁康、副行长张长工基本在同一时期。值得注意的是，4名落马的前行长均已退休。随着追查制度力度的加强，退休不再等于平安着陆，不再是安全港。郭新刚于2024年4月被查，他退休后仍以浙江省金融业发展促进会会长身份发挥影响，涉及信贷审批腐败、低价购房及股权溢价转让。郭新刚2014年至2020年任中行浙江分行行长。公开资料显示，郭新刚长期在中国银行工作，担任过2个省分行甘肃省分行行长、浙江省分行行长。2020年5月离职。此后，郭新刚经常以浙江省金融业发展促进会会长的身份参加各类活动。2024年4月26日，中行浙江省分行原党委书记、行长郭新刚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中行纪检监察组、江西省宜春市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12月被开除党籍。根据通报，郭新刚违规经商办企业持有非上市公司股份，为亲属投资金融产品提供帮助，长期与不法商人沆瀣一气。退休后仍利欲熏心，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信贷审批、矿产开发等方面牟利，通过收受和低价购买房产、溢价转让股权等方式，非法收受巨额财物，违反国家规定发放贷款等。我怕风浪大，风浪越大，鱼越贵。高强于2025年4月29日落马，他在建行系统任职41年，离任后转任财通证券独董，被爆出违规放贷、致项目烂尾并收受顾问费。
高强1960年出生，目前已65岁，曾长期在建设银行系统工作，曾在安徽分行担任副行长，在山西分行担任行长，在浙江省分行担任行长。2020年初离职，担任杭州九盛私募董事长。2020年11月，担任财通证券独立董事。谁能想到5年后还是出事了？4月29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通报消息，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原党委书记、行长高强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据市场分析，他被牵扯到建行原副行长张庚生案。张庚生在接受调查5个月后，本周被移交司法。张庚生1960年5月出生，安徽东至人，曾长期在中国建设银行任职。2010年12月时，他已成为中国建设银行高级管理层成员。2013年4月起，任中国建设银行副行长。2015年成为建行执行董事。他还兼任建信人寿董事长。2024年11月落马。安排。冯建龙2025年5月7日主动投案，他执掌农行浙江分行10年。副手吕晓东2023年已经因为违规放贷造成重大损失被双开。沈荣琴在2025年5月27日被带走调查。沈荣琴1957年出生于浙江仙居，深耕工行系统多年。2011至2017年担任工行浙江省分行行长，退休后还在浙江钱塘江金研院等多个重要岗位任职，如今却卷入风波。早在2023年，原浙江省金融副省长朱从九落马后，就已经供出很多人，这引发了国有大行、城商行10余位高管被查。朱从九这位浙江毒瘤，曾长期盘踞证监会、上交所、浙江省副省长等重要职务。从1992年11月进入中国证监会，到2012年5月转任浙江省副省长前，他在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任职近20年时间。2012年，朱从九升任副省长，主管国资和金融，担任10年后，于2022年6月辞任。2023年1月，朱从九当选浙江省政协副主席，仅3个多月后即在任上被查。2023年11月8日，浙江省政协原党组成员、副主席朱从九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和公职。任职期间，他贪婪无度，靠金融吃金融，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公司上市、融资贷款等方面牟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随着朱从九落马，彼时爆出朱从九为了减刑爆出了很多人。截至目前，随之落马的至少有刘倜、王青山、李格平、高斌、郭树强、王亚伟。而近期频发的证监会处长级干部相继失联，或许也是因此被顺藤摸瓜而受到牵扯。他们分别是发审委4处处长杨娇红、证监会发行部副主任李小强、发行监管部审核1处副处长袁东兴、投行一把手张军、审核3处、审核5处处长原中国银河投行一把手、现国信证券投行一把手吴国访。接着奏乐，接着舞。4月30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党委委员、副主席王建军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2025年4月，中央第16巡视组进驻浙江，冯建龙在巡视期间主动投案，释放紧盯一把手的信号。冯建龙是浙江本地人，在农行浙江省分行当了整整10年一把手。2022年退休，2025年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主动投案。从朱从九的落马到4大国有银行浙江一把手无一幸免，再到浙商银行、杭州银行、证监会系统多位高管接连出事。目前来看，这一轮密集调查更像是对旧账的系统清理和对存量风险的阶段性治理。这场地震的背后，
是10余年来金融权力结构与地方利益交错生长的必然代价。证监会、地方银行关联民企之间还有多少隐藏的故事等待揭开？我们会持续关注并做跟踪报道。如果您觉得本期内容对你有价值，欢迎点赞、转发并关注，记得订阅我的频道并分享您的看法。我们下期再见。唱戏不怕嗓门高，京东大鼓可不怕小，剃头的不怕脑瓜小啊，死猪不怕那开水浇啊。